这家新开的奶茶店开业以来，网络总是不好，宽带师傅也跑了很多次，设备基本都换完了，仍旧找不到原因。我过来的时候，老板娘已经恭候多时了。我们就先听一下老板娘描述这边的具体故障。我也不知道怎么，我们这个网能去搞的那个老是掉。你看啊，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网络啊。假如我们这个 WiFi，你看，我们现在他们给我们调了，又是这个，他老是又跳这个跳这个，就不稳定，有时一下又断网。当时客户给的信息就这么多，所以这边我就打算看一下他们的网络布局情况。我 WiFi 装在哪里啊？你是说 WiFi 是说路由？都有。这个是这个路由，就里面的是路由吗？我也不懂这个。我进去看一下吧。你进来看一下。那光猫装在哪里啊？就是那个。啊，对，那个是光猫。没有，你这里面吗？当时我在柜子里面找到了他们路由器，稍微有点经验的师傅看到这路由器也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一般这种家庭路由器待机量并不是很高，要是很多人连接的话，路由器它会负载不过来，出现断开的情况。所以让我们换个更好一点的路由器，就基本解决问题了。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，老板娘又说出了另一个故障。他们说上面这收银系统也经常断网，这就导致他们经常无法出单。当时我以为收银系统也是连接 WiFi 的，但后面我发现它是插网线的，一般插网线很难断网才对，所以这边我就查了一下 IP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点单机是由一个无网端的设备负责的。当时碍于点单机没有浏览器，所以我就随便连接过 WiFi， 看了下 IP 地址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茶税淘西的 WiFi 它是一网段的，看来这点单机和 WiFi 还不是同个网络，所以我们就输入一网段进入了后台，看它是什么设备先。进入后台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茶税淘西5G 原来是光猫负责的。接着我又连接第二个茶税淘西，发现它也是一网段的。那么这两个茶税淘西都是光猫发射出来的信号。接着我又连接第三个 WiFi 试了下，这个 WiFi 倒是和点单机一样是无网段的，所以我就输入无网段看了下。进入后台后，我发现这无网段是中心路由器发射出来的。到了这里，我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故障了。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考虑客户描述，它不一定是对的，因为我当时在场，点单机并没有出现断开的情况，倒是 WiFi 确实会经常出现跳来跳去的。我看了下 WiFi 速率，现在有1102兆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变成了408兆，甚至有时候会掉到144兆。这种情况就会迫使手机切换更强的信号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手机信号跳来跳去的情况。要想解决也很简单，把这里面的路由器迁移出来就行了。路由器放在密闭空间里面，信号会变得极其不稳定，所以我把它迁移出来后，就再也没出现信号来回跳的情况了。但是我当时隐约觉得故障还没有彻底解决。如果老板娘说的是对的话，那么真正的故障应该在这里。这两个茶税淘西 WiFi 是光猫发射出来的，过来喝茶的人肯定优先连接这两个 WiFi。至于路由器发射这 WiFi，则会很少有人知道。如果大量的人连接光猫的 WiFi，确实会导致它下游网络出现短暂的断网情况，但是我也不敢确定我判断的对不对。加上当时的监控还是连接光猫上的，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关闭光猫的 WiFi。但是还没过2天，老板娘就发来图片，点单机确实又出现断网的情况了。这下我才敢确定，就是光猫设置的这个名字导致的。当时我过去人数也不多，但是我看到这流量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光猫负载有多大了。如果再来多点人的话，点单机肯定会出现断网的情况。所以这边我就赶紧把光猫的 WiFi 给关了，让路由器来做负载。就是这么一关，接连到现在，点单机再也没出现断网的情况了。想不到的是，宽带小哥一片好心，导致他跑了很多趟，设备也换了好多次，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所在。所以公共场所千万不要把光猫的 WiFi 放出来，这样你不管换多好的路由器，都会避免不了断网的情况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了。